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用 AI， 但现实是很多人只是多了一个会聊天的工具。你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，你打开它，他才开始工作。你把页面关掉，他也就跟着下班了。所以很多人嘴上说自己已经在用 AI 了，但是其实本质上还是停留在有问题就去问一下的阶段。这不叫真正把 AI 用进工作里，这更像是把 Search Engine 变成了聊天框。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一个你需要主动打开来使用的 AI， 而是一个会主动工作、会持续在线、会记住你、会替你执行任务、会在背后替你跑流程的 AI 助理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要带你从零开始，认识一个很多人还没真正认识的系统 OpenClaw。它不是普通聊天机器人，它是可以24小时在线连接你的工具，主动给你发消息，帮你执行动作，甚至在你没开电脑的时候继续替你工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整套流程你不需要写一行代码。看完这支视频，你会真正搞懂几件事。第一， OpenClaw 到底是什么？它和 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 这类工具本质上的差别在哪里？第二，怎么从零部署一个可以长期在线运行的 AI 助理，而且是相对安全、可控、可扩展的方式？第三，怎么把它接上 WhatsApp、Telegram、Google 服务、网页搜索、语音自动任务和模型路由，让它不只是会回答，而是真的会做事。第四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你会知道怎么避免一开始就踩坑，尤其是安全、权限、成本、错误配置，还有很多新手最容易忽略的问题。如果你之前看过类似的教程，但是越看越乱，或者你其实已经试过一次，结果卡在部署、授权、模型、权限这些地方，那这支视频就是帮你把整条路重新理顺。你好，我是 Terry On， 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现在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 OpenClaw 到底是什么？先讲最本质的一句话，大多数的 AI 工具是你去找它，但是 OpenClaw 呢，是它可以来找你。像 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 这些工具，平时的使用方式通常是你打开网页，输入问题，等它回答，它们更像被动型助手。但 OpenClaw 不一样，它可以部署在服务器上，长期在线，连接你的应用，有自己的记忆，还能执行任务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持续运作的 AI 操作系统。它不只是回答问题，它还可以读取你的日历，查看你的邮件，给你发送提醒，定时执行任务，连接不同工具完成动作，在特定情况下主动联系你。所以它的价值不是更会聊天，而是它开始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数字助理。二，为什么它和普通 AI 最大的差别在于这三件事。 OpenClaw 的核心可以拆成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，大脑和记忆，它通过 API 连接模型，也就是连接真正负责思考和生成内容的大脑。但跟普通聊天工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它可以保留持续记忆。很多普通工具的问题是，你这次聊得很顺，下次再开新对话，它又像重新认识你，你得重新解释你的背景、习惯、目标、偏好，长期下来其实会变得非常低效。OpenClaw 的方向不是让你每次都重新教它认识你，而是让它越来越熟悉你。它可以逐渐理解你的工作方式、你的沟通偏好、你的时间安排、你的优先级习惯、你在意什么、你不喜欢什么。所以它不是一次性的回答系统，而是一个会随着使用越来越贴近你的系统。第二个层面，它是持续在线的，它可以24小时运行，所以不是只有你问它才动，它可以主动提醒、定时检查、监控变化、发送摘要。也就是说，它从对话工具升级成了流程执行者。这个变化听起来只是描述不同，但实际上价值差非常大，因为在真实工作里，很多事情最耗时间的不是你不会做，而是那些你必须一直记得、一直看着、一直重复确认的事情，而这些恰恰就是持续在线的系统最擅长承接的。第三个层面，它可以连接工具并采取行动，它可以接 Telegram、Gmail、Google Calendar、Drive、Slack、Discord 等等。重点不是它看得到，重点是它做得到。比如说早上固定时间帮你整理当天重点，看到面试日程后自动帮你整理准备资料，监控特定排程，到了时间替你做动作，根据设定好的规则自动执行某些流程。这时候 AI 才真正开始离开聊天框，进入工作流。很多人以为 AI 的上限就是写文案、改句子、整理资料，其实不是，真正的上限在于它能不能被放进结构里，替你承接一部分流程。第三，先别急着装，先搞清楚你要把它跑在哪里。部署 OpenClaw
常见有3种方式。第一种，跑在你自己的电脑上，这种的优点是便宜，甚至可以零成本开始，但是问题也很明显，你电脑一关机，它就停止工作，权限和个人环境高度耦合，一旦出问题，是直接发生在你的私人设备里。如果你只是试玩，可以，但如果你想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助理，这不是最理想的方案。第二种，用一台独立硬件，比如 Mac Mini 或者你的一台备用主机，这比直接跑在你主力电脑上要好，因为这样隔离性更高，也能长期在线。但它的代价是前期硬件投入成本更高，还要处理网络、断电、端口配置这些问题，维护成本和复杂度也会跟着上升。如果你本身就很熟这些东西，那就没问题。但如果你是大多数普通用户，这种方式不一定最省心。第三种，用云服务器或 VPS， 这通常是多数人更合理的选择，因为它的优点很明确，成本相对低，可以24小时在线，跟你的个人设备隔离，万一出问题，恢复和重建更容易。对大部分人来说，如果你想认真把它用起来， VPS 是更接近正式部署的方案。4. 真正的新手重点不是先追求功能，而是先把底层观念建立好。很多人一上来就想连接邮箱、接日历、装一堆技能，再搞自动化，结果系统没稳，权限没控，成本没设，最后系统越来越复杂，但自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正确顺序应该是先部署，再设置身份，再做安全限制，再接消息渠道，再接技能和工具，最后才做自动化和复杂任务。这个顺序很重要，因为 AI 一旦开始有行动能力，你就不能再用普通软件的思路来看它，你需要把它当成一个会被赋权的系统，它是可以去调用资源、去访问工具、去执行动作的。既然如此，你第一件事就不是追求它能做多少，而是先确认它被允许做到哪里，先设边界，再放权限，先求稳定，再求强大。5. 先让它有脑，但别让它失控。OpenClaw 要真正工作需要连接模型，也就是你要给它一个大脑。你可以接不同模型提供商，重点不是哪一家最好，而是你要理解一件事，模型很强，但是不代表适合所有任务。很多人最大的问题是一股脑把最贵的模型开到底，结果每一次任务都在烧钱，而且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最强模型。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全都用最强，而是分层。复杂推理就用强模型，日常处理用中等模型，例行检查、自动巡检、低价值重复任务就用便宜模型。这就是所谓的模型路由。简单讲，就是让不同类型的工作走不同级别的大脑。这不只是为了省钱，也是为了让系统更稳定。因为你可以设置 fallback， 也就是后备模型。当主模型因为额度限制或者故障不可用的时候，系统还能切到下一层继续工作，不至于整条流程直接断掉。6. 很多人忽略的第一件大事不是功能，而是安全。这部分我建议你一定要认真听，因为 OpenClaw 的价值本来就来自它有能力做事，但也正因为它可以做事，所以安全就越重要。它的风险不来自它会回答，它的风险来自它会行动。它可能会接触到文件、网页、外部服务、消息渠道、指令执行、个人数据、第三方账号等等，所以你至少要建立3层意识。第一层，所有关键 token 都当成密码处理，像网关 token、Telegram bot token、API key 这些都不是普通字符串，它们本质上就是你的系统钥匙，谁拿到它，谁就可能拿到访问权。所以不要截图，不要随手贴在聊天里，不要丢进乱七八糟的文本档，最好放进密码管理器，或者至少放在有明确保护的地方。第二层，建立最小权限原则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只给他现在真的需要的权限。例如，他代表你发消息前先朝你给你确认，删除文件前必须先问过你，发出网络请求前要先获得批准。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门都打开，你要追求的不是他什么都能做，而是他在可控范围内做得稳。第3层，我们要给失败设置一个刹车机制，这个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成本失控不是大任务造成的，而是小错误在后台不断重试。比如你可以提前规定它同一个任务失败3次就停止，单个任务运行不要超过10分钟，不允许无限循环重试，发生异常时必须终止并且通知你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很多 AI 成本爆掉不是因为一个大任务，而是因为一个小错误在后台重复执行了几十次、几百次。7. 消息通道，建议先从 WhatsApp 或者 Telegram 开始。
如果你想让 OpenClaw 真正进入你的日常使用，第一步不是先接最复杂的系统，而是先接一个你最容易用、最容易测试的消息入口。WhatsApp 或者 Telegram 是一个很适合开始的选择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们的配置相对成熟，机器人机制清晰，手机端使用方便，你可以随时测试，对新手来说学习成本较低。接上以后，你就不是只能在网页里跟它互动，而是可以在手机上像跟一个真正助理一样沟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体验会直接改变你对 AI 的认知，从偶尔打开的工具变成一个进入日常节奏的助理。8. 技能不是装越多越好，而是装对才有价值。很多人看到技能市场，第一反应就是多装一点，但真正成熟的思路不是加更多功能，而是只加真正能解决问题而且权限合理的功能。技能本质上就是插件，它让你的 OpenClaw 学会新能力，比如读 Gmail、操作 Calendar、搜索网页、使用云端文件、连接协作工具等等，这些都很有用。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是，不是能装就代表该装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判断标准，这个技能要的权限和它宣称的功能到底匹不匹配。如果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技能却要拿很重的权限，那你就要提高警觉。所以装技能之前优先考虑3件事：第一，它能解决我当前最真实的问题吗？第二，它需要的权限合不合理？第三，它的来源和内容值不值得信任？我们要先少量安装，先验证价值，再逐步扩展，这样你是在建立一个稳定增长的系统，而不是把一堆不确定因素堆进同一个环境里。9. 真正让 OpenClaw 变强的不只是技能，而是它的工作空间。很多教学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，但其实真正决定这个助理是否越来越像你自己的助理，关键在于它的工作空间文件。你可以把这理解成3份核心资料。第一份行为规则，也就是他做事的边界和方式，比如发消息前先确认回答，尽量简洁，优先给结论，不擅自做高风险动作，某些操作一定要经过批准。第二份他是谁，也就是他的人格、判断风格、表达方式，不是简单一句友善 helpful 就够了。一个好的设定应该具体，比如直接不绕，不说空话，有判断力，发现问题会指出问题，这样它的输出才会越来越像你的系统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聊天机器人。第三份你是谁，也就是关于你的信息，比如你的身份、时区、工作场景、沟通偏好、做决定的方式，不喜欢什么，重视什么。当这3部分足够清楚， OpenClaw 才会越来越像为你而建的 AI， 而不是公共版本的 AI。10. 自动化才是它真正从好玩变成有产值的分水岭。这部分非常关键，因为自动化意味着你不再每次都要开口，系统开始按规则自己跑。你可以把自动化分成2种，第一种定时任务，也就是在固定时间执行，比如每天早上7点看天气、检查日历、扫描邮件，给你一份优先级摘要。这类工作本来就是重复发生的，所以很适合做成固定任务。第二种心跳监控，它不是在固定时间做某件事，而是隔一段时间醒来检查一次，看有没有事情值得提醒你，比如有没有突发重要邮件，有没有临近会议，有没有你特别要关注的变化出现。这个能力很强，但也最容易被滥用，因为很多人会把所有事情都塞进去，导致系统不断检查，不断消耗资源，不断调用模型。判断原则其实很简单，固定时点发生的事就用定时任务，持续监控变化的事就用心跳机制，不要混用，否则不只是贵，还容易乱。11. 成本控制，很多人不是不会用，而是不会算。OpenClaw 本身是开源的，真正花钱的主要有2部分，第一，服务器成本，第二，模型调用成本。服务器通常还比较可预测，真正容易失控的是模型费用，因为 OpenClaw 每次运行任务时，往往不只是回答一个问题这么简单，它可能还会加载身份设定、用户资料、长期记忆、工具上下文、绘画历史、工作空间文件。所以一条看似普通的请求背后消耗的 token 可能远比你想象中高，也因此你必须避开3种典型成本陷阱。第一，不要所有事都用最贵模型，高价值任务才配高配置，低价值任务不值得烧旗舰模型。第二，避免从事死循环，任务卡住、授权失败、工具调用异常，如果系统不断重试，费用会在你没注意时被持续烧掉。第三，不要让高频监控跑在贵模型上，像心跳机制这种高频动作最适合用便宜模型。
不然你是在用最昂贵的大脑做最不值得的巡逻。真正成熟的用户不是只追求强，而是知道什么任务值得强，什么任务只需要稳。12. 语音、网页搜索、多代理协作都是后期放大价值的能力。当前面的基础架构已经稳定后，你再去加这些能力，价值会很明显。先说语音能力，如果开了语音转文字，你就可以直接发语音给他，这会大幅降低使用门槛，特别是在你开车、走路或者碎片时间里。再进一步，如果你加上文字转语音，它甚至可以回你语音，这时候它就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数字助理，而不是一个文字工具。再来说网页搜索，当它具备搜索能力时，它就不只是根据旧上下文工作，而是可以主动去获取新信息、查资料、辅助研究。但这里同样要注意，搜索能力越强，越要搭配权限和安全边界，需要你明确哪些行为是允许的，哪些不是。最后说说多代理协作，这是很多人真正低估的一点。当任务开始变复杂时，你不一定要让一个 AI 一口气做完所有步骤，你可以让多个子代理同时分工，一个负责研究，一个负责分析，一个负责整理输出。这就像你不是在用一个实习生，而是在调度一个小团队。前提当然还是一样，先把底层配置稳住，再去放大复杂能力。13. 最后一个常被忽略的现实，系统一定会出错，所以你必须先想好怎么恢复。任何系统只要它会成长、会扩展、会改配置，就一定有机会出问题。这不是坏事，这是正常现象。重点不在于它会不会坏，而在于坏了以后你能不能快速退回安全状态。所以我建议你至少准备这几件事，出重大改动前先做快照，定期做备份，有异常时先停止进程，必要时直接撤销 API key， 不把恢复机制留到出事后才来想。成熟的系统观不是永远不犯错，而是即使出错也能快速止损，快速恢复。你会发现 OpenClaw 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它多会回答，而是它开始替你承接本来要你亲自去盯着做，自己记着，自己反复处理的事情。再说的更直接一点，聊天型 AI 解决的是一个问题，系统型 AI 接手的是一部分的工作。而我更想提醒你的是，这个时代最危险的不是你还没开始用 AI， 而是你以为自己已经在用 AI， 实际上你只是把聊天框换了个平台。真正的差距从来不只是模型强不强，而是你有没有把它放进一个正确的结构里。如果你想要的不只是一个陪你聊天的工具，而是一个真正能够帮你执行、帮你整理、帮你承接工作流程的 AI 系统，那 OpenClaw 这条路值得你认真研究。但记住，不要一开始就贪多，先从最小可用开始，先部署，先设边界，先接一个消息入口，先做一个自动任务，让它先稳定，再慢慢变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讲重点、讲底层逻辑，也讲实际落地的方法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 Terry On， 我们下支影片见。